好了，我们今天正式开始讲《道德经》啊。《道德经》它就好像是一把锁，一把密码锁，它锁着智慧的大门。它的每一句话、每个章节之间，互相之间都是这个锁定的啊，是互相之间逻辑锁定的关系。所以它即便是改了几个字，影响也不大，就像是那个二维码一样，你可能只扫到了80%-90%啊，它一样可以这个打开那个链接的，是吧？因为它是互相锁定的嘛，互相验证。它的第一章，特别是第一章，它就好像是整把密码锁的一个钥匙，是一个头文件啊。它里面就是对这个道、对名啊、对这个有无、对这个玄都做了一些定义的。比方说，他第一句说了道可道啊，名可名，你不理解是吧？没事。他第二句开始对这个名做了定义啊，他说无的名字啊是天地之始啊，你用天地之始来理解这个名。有呢，它的名呢就是万物之母，你用万物之母来理解这个有啊。然后他第三句他又是一个定义，他说啊，如果是无啊，故常无啊，无是用来干嘛？无是怎么来观察的？无啊是妙啊，有呢它是教，是吧？然后他又说，这两者它是从同一个地方出来的，从哪里出来？是从玄出来的。玄呢是众妙之门啊，它互相之间的互相解释、互相锁定啊，它非常精妙。你用现在计算机的这个密码这个方式去思考它的话，你就会发现它是非常与众不同的。从古至今啊，这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肯定有人懂，但是他不讲，是吧？这我可能是第一个讲的，当然我讲的不一定对，是吧？首先我要强调一点的就是说，我所讲的《道德经》啊，它肯定也不全对啊！我不像抖音上有个人似的，一个安徽的，他自称是这个全世界第一个搞明白《道德经》的人啊，而且他是唯一正确的。我上去还真认真的听了他的视频，他知乎上他也可以放视频啊，我只能放3分钟以内的，我不知道他可能能放十几分钟的，可能他级别比较高吧。然后我听了一下，大概听了有5-6分钟，仔细听了他讲第一章嘛，绕来绕去讲了半天。其实他挺认真的，也看过很多视频，他也看过很多书。然后完了之后，他就开始改《道德经》内容了，说：“老子这里讲的不对，这2个字应该是这么改。”然后我就听不下去了啊！你要这么改的话，那就没意思了，是吧？然后我就说了他2句，我说：“你要不自起炉灶，你自己重新写一本算了，你就不要讲老子《道德经》，你自己写你自己的《道德经》。”结果呢，没说2句话，他对不出来了，完之后就把我给拉黑了。我再要说我就说不下去了。知乎上还有一个差不多的，他们就是对反正中国传统文化意见挺大的，对圣人以百姓为刍狗这句话意见特别大啊。然后我就上面说了一句，你可能认知方面不太够，又被拉黑了啊！我才说了1句话就被拉黑了。好，咱们先废话不说吧，咱们先把第一章给讲一讲。这个第一章是提纲挈领的，我一般看别人讲《道德经》，比如说看南师南怀瑾讲《道德经》也好，看这个叫什么傅培荣讲《道德经》，主要就是看他们第一章、第二章讲的通讲不通啊。如果说第一章、第二章讲的就跟我这个认知的不一样，我就知道他们可能还不太懂。当然我也不懂，我也不能把里面所有的章节都讲清楚，都讲清楚了我就不在这讲了，我就一个人偷着乐去了，是吧？我是因为半懂不懂我才在这里讲，因为我这个不同维度那个师傅把这个知识放到我的身体里面的时候啊，就有点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把一本书放到我私人的图书馆里的时候啊，因为书太多了，我有时候都不知道这本书是我自己买的还是师傅给我放进去的，所以我说的话有时候可能是来自于维度的是高的，有些呢可能是我自己的，那些没有用，是吧？所以说我这个东西不是唯一正确的，不像有些人是唯一正确的，你们完全可以怼我，完全可以提意见，都没事稍微骂我2句也没事，不要骂祖上18代就可以了其中有一些人，比如说叶曼什么的，他94岁了，我也不知道他在还没在，反正我也听了他讲的，我觉得他讲的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然后南师呢，南师是这里面水平最高的，但是他讲的也还是不对我觉得南师对《道德经》理解达到了60%，而这个傅培荣呢，可能能达到40%。傅培荣水平也很高，看的书很多，表达能力非常强。我也个人很喜欢听他们2个人讲这个国学，讲故事，我都很喜欢。我这里点评叶曼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他老人家都活到90几岁了。我认为一个人但凡长得漂亮他就是一种功德。
一个人如果年纪大，能活得久，他也是一种能力啊。所以啊，他身上肯定有种与众不同之处。但是说到点评这个《道德经》来说，我这是客观的来点评的。我认为他最多只懂20%啊。但是如果一个普通人认真的去读《道德经》，他也基本上能达到20%左右的这个理解能力。所以我觉得听他的这个课程啊，就是说，里面的故事有些讲的不错，但是他的理解就只到这个程度啊，大家听听就可以。我也非常尊敬这个，包括傅培荣老师这个教授在内，是台大的。但是有一说一嘛，在讲到这个道德经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探讨探讨。我也不能说是因为他名气大我们就信他，是吧？好了，废话不说了，我们就直接解释一下道德经的第一章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就是说，道可以说，名呢就是来解释这个道的，来给道加一个名字，加一个注释的，也都可以名。但是有什么不能道，什么不能名呢？就是说，有一个道，是天地产生这个天地，产生这个宇宙的这个大道运行他们的这个大道不能讲不出来为什么？你身在此山中，你就无法看到那个山的全貌，你无法形容它，是吧？名可名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其他的这个名都可以名，就除了这个大的这个事儿，运行这个天地宇宙的这个它不能名，说不出来这个打个比方，就好像说怎么说呢？就是说有一个国家比如说我是火星来的，然后我就说吧，地球上吧有一些国家都可以讲，但是有一个国家不能讲然后怎么是名呢？就是说那些国家的那个名字我都讲得出来，除了有一个国家我讲不出来，就是那个东方大国特别神秘，而且还有网络管控，所以你不能讲，你一讲它就被管控了，你没法讲，对吧？无，这里是讲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物，有名万物之母，应该是这么断句的，不是无名，不是有名，是无。我其他在视频里面我讲过这个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事情，无和有，阴和阳我都讲过。这个无就讲的是它这个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它形容的是一种微观的事物无形容的是微观的事物，就好比说空气好比说这个原子好比说基本粒子这种东西包括光这种东西它是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的其上不矫，其下不昧的这么一种东西，你没法形容，没法说这个就是无。这个东西呢是天地初创，天地开始的时候就有的这个东西。天地刚开始的时候，它没有一些有形的东西，是混沌的。混沌里面就包含这种微观物质有名万物之母，有那种这些微观物质聚合在一起了。然后这些东西变成一个稍大的颗粒你们也知道，比如说化学上的这个塑料嘛，它是以分子形式聚合在一起的，是吧？形成了长链的分子。比如说大米是由这个淀粉聚合在一起的，是吧？形成了这个长链的这个淀粉，然后它们组合在一起才会变成有形的这个东西嘛。所以它就是万物之母万物都是由这种微观事物组合在一起组成的，就有点像你玩那个乐高积木一样，对不对？每一个它搭出的人也好，车也好，都是一个基本的乐高积木给你搭出来的。搭出来的这个叫有，搭之前那个小东西，那个小积木就是无当然还有比无更虚无的东西，那就是一了，就是后面要讲的这个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咱们接着往下讲，故常无，欲以观其妙，这是讲的是错的，应该是这是对的，不是说故常无欲不是说我们有欲望没欲望，和欲望没关系。这里它这里这个欲可能是个助词，应该说是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故常有，欲以观其教。妙在这里的意思就说是微妙的意思，妙就是小的意思，就是他这里就告诉你前面那句话的意思。他说什么是无呢？无呢就是很小的东西微小微妙，是小的东西。有呢是有边界的东西，这个教有边界的意思就是有形的。比如说你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有边界嘛，是吧？比如说你手里拿着一个手机，它的边界就是外面的这个框嘛，对不对？是有形状的。这个教在这里应该是形状的意思虽然我对古文字的研究也不是很透我也在研究，但是比起那些专业专家那些人比起说那个甚至说那个知乎上那个自称是
唯一正确的那个人一样，他就研究的就很透。但是你但凡把你的这个思想钻到那个文字里面去了，那就其实你就是不能见这个全牛，你不能见整座山的，对吗？你把这个山里的每块石头都看得那么清楚，但是你并不一定知道那座山长得什么样子，对不对？你把每块牛骨头你都摸得很清楚，但是你并不一定会知道那个牛在活的时候长成什么样子。而我可能并不需要看清楚它每一个字很确切的它的意思，但是我就知道那头牛原来长什么样。那我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你们都可以纠正我，你们都可以来讨论，我不会像那些唯一正确的人一样把你们拉黑的，这我不会啊。他说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他说这两样东西它都是从同一个东西变过来的。这个同一个变过来那个东西它叫玄就是说除了这个有和无之外，除了微观和宏观的这个我们地球上的这个东西之外，它还有一样东西叫做玄，而有和无这两样东西都是从玄变过来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同出而异名，都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的，只是名字不一样，就像两兄妹一样，对不对？就像两兄妹或者说是爷爷生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子和孙一样他们归根结底都是从爷爷那边生的，但是名字不一样，是吧？一个叫父亲，一个叫儿子，对不对？是后面那个叫爷爷，辈分不一样，都是同出的。那同出上面爷爷辈的叫什么呢？叫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这个东西它是直接产生了妙就是妙，就是微小的东西。这个微小的这个颗粒它是从玄那里变过来的而我在另外一集里面我得到的感应是，这个微妙的这个东西是从光子变来的。而这个玄呢，我仔细又想了想逻辑上的问题，这个玄它又不是光子，好像不是，它有一种比光子更加难以琢磨的东西。光子它其实还算是有形的，你看人可以探测到，人可以看，人不能看到，但是人能够感受到，是吧？但这个玄对这玄的感受，我们就能力就比较差了。玄它可以变成光，光又可以变成其他基本粒子玄也可能直接可以变成其他基本粒子这个我现在还不好说。玄它打个比方说，玄可以变成光子，玄也可以变成这个中微子，玄也可以直接变成这个质子和这个原子。而质子和原子呢，这属于妙的这部分，就是微妙这一部分。微妙这一部分可以组合成这个分子，进一步组合成一个有形的这个块状的这个实体物质，让我们能够眼睛看得到。它可以进一步组成一些更为宏观的这个东西，有教的、有形、有边界的这么一个东西他说，所以说这个玄之又玄的这个东西是更加虚无的，但是呢，它却是众妙之门是万物之母是玄牝之门。好的，这一章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一章再见。